大家好，我是魏英，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好久没有拍这类分享啊，或者是跟学习相关的影片了。今天这支影片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在今年6月中的时候去考了一次 GMAT， 然后我在这一路上啊，在了解 GMAT。等一下，我的狗狗一直在旁边嘤嘤叫，因为它想要吃零食，然后它不想吃饲料。好啦，等等哈。那我在今年6月中的时候去考了人生第一次的 GMAT。那我刚开始在理解 GMAT 这个考试，就是包含它有哪一些考科，然后怎么考，我应该要考几分才好，然后有哪些题型，要不要补习，身为上班族我可以怎么去准备，这样的讯息，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网络上的资讯虽然多，但是很混乱，所以我是花了一些时间才可以慢慢去理解，跟替自己规划一个读书计划的。所以今天这支影片主要是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准备 GMAT 以来的心得。那首先第一个先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打算考 GMAT， 因为今年是2025年嘛，然后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大学毕业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的工作时间已经大概是工作5年左右了。那我身边还蛮多工作可能4到7年的朋友，有一些已经在美国念 MBA 了，那有一些正在准备申请的过程当中，所以我自己也想说我先把一个 GMAT 考起来，让自己未来的1到2年内有更多职涯上面的选择性。那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具体的考试时程，还有我考了几分。那我是在今年的6月13号的时候考了人生第一次的 GMAT， 然后我考的是 GMAT 的新制，也就是 GMAT Focus Edition。那其实现在也只剩下 GMAT 新制可以考了，以前的旧制是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我的成绩是675分，然后 PR 是PR95， 那相当于是旧制的730分。然后3个考科呢，分别是 Quantitative Reasoning， 就是算数学的考科，我是88分，然后是 PR95。然后第二个呢 Verbal Reason， 就是考阅读测验以及考逻辑的考科，我是84分，然后 PR90。然后最后一个 Data Insight， 也就是考你数学比较像数学逻辑，它没有到算，那是数学逻辑。考数学逻辑的这个考科呢，我是79分，然后是 PR77。我是在4月12号下定决心做报名，然后4月14号开始正式读书，然后到6月13号考试。等于说，我中间的准备期是2个月左右，可是我中间还跑去瑞士玩了2个礼拜，就是玩了8天左右，所以老实说，我真正剩下的真正准备时间大概是1个半月左右。我是上班族，所以我不是全职考生，我白天要上班，然后我是晚上才可以读书。所以老实说，我那段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我每天就是早上会大概7点起床，然后会遛狗，然后会带着我的狗狗一起去咖啡厅，就是路易莎，因为路易莎是可以带狗狗进去，我就带狗狗去路易莎，然后读书，让它陪我读书，然后读到9点再回来开始上班，然后下班之后还会再继续读书。然后说我那段时间，老实说真的是，睡眠睡的是蛮差的，就是我做梦都会梦到我一直在解题啊、解数学，然后在读英文。那首先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GMAT 是什么，然后新制跟旧制差在哪里。但老实说，我自己从来没有读过，也没有考过旧制，所以我只有大致逻辑上知道他们2个考科差在哪里，但是具体的差异我并不知道非常清楚。不过反正今年其实现在已经没有旧制可以考了，所以基本上我们就都是以新制为主。GMAT 的话，它的全名叫做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所以它主要就是以要读商管学科的研究所基本上都会看的一个考试项目。然后它的考试测验基本上就是在测你的逻辑以及你的数学能力，大致上就是这2个。我觉得对于英语程度的要求，我是觉得中上而已，没有到要很 pro 才可以考，我是觉得还好。新版的 GMAT Focus Edition 是在2024年的时候开始全面去取代旧版，所以目前都没有旧版可以考了。那新版跟旧版的成绩上面的差异是，新版的成绩 range 是在200到800分之间，然后每一个成绩都是以0结尾，所以你可能会是700分或者710分或者720分。然后新制的话呢，则是205到805分。那为了要让新旧制可以去做区别，所以呢，新制的分数是只会有5结尾，像是705、715，它就不会有0结尾的数字。然后 GMAT 的新制还有3个考科，然后那3个考科会再有一个 separate 的 score， 然后这3个考科的 score 是60到90分，可是你的总分不是这3个加在一起哦，是它有一些其他的计算方式，然后才会得出就是205到805分的 range。然后 GMAT 的这个考试呢，它的3个考科的考试时间大致上是45分钟，中间可以有1次的休息时间，然后这
一次的休息时间是你要想要在第一考科跟第二考科中间，还是第二考科跟第三考科中间，是你可以自行决定。到时候你到考试现场，然后你在机考的时候考一考，假设你考完第一科，他就问你，你现在要不要休息？你可以选择不要，那你不要的话就会进到下一个考科，所以是自行决定的。然后还有这3个考科的考试顺序，你想要先考哪一个科目也是可以自行决定的。那它也是到考试现场有一些 term and condition 让你去阅读，然后其中一个 section 就是让你选你这3科你打算怎么考。总考试时间3科加在一起大概是2个小时15分左右。这个 GMAT 这个考试是有一些政策的，你的考试成绩呢有效期限是可以放5年，你1年最多只能考5次，然后每一次考试之间最少要间隔16天。然后以前有个政策是你一生只能够考8次，但是现在这个政策已经取消掉了，所以你一生是可以考无限次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进到下一个部分 ，GMAT Focus 这个考试还有哪一些考科？然后这些考科里面分别是考一些什么东西？有3个考科，分别是Quantitative Reasoning 是算数学的 ，Verbal Reasoning 是考你的阅读测验以及语言推理能力。然后第3个 Data Insight 就是考资料分析能力。首先第一个 Quantitative Reasoning 它是考试时间是45分钟，然后总共有21题，这样子等于每题大概就是写2分钟多一点点。然后 Quantitative Reasoning 它是最好理解的考试，因为它的题型就只有一种，就是算数学。然后它的数学是选择题，所以是5择1的一个选择题，所以它就给一个题目，然后那当然题目是英文，它会给题目，然后会有A B C D E 5个选项，然后你就算出你的答案，然后看哪一个选项符合你就选那个，所以它是一个最 straightforward 最好理解的考科。它的考试范围其实只到国中、高中，它只 cover 到高中数学的一小部分，可能考1元1次方程式、2元1次方程式，然后代数啊，然后一些简单的算术，然后没有考几何图形，然后会考排列组合，然后会考序列的推算。就是我觉得考试的项目跟考本其实不是很困难的，你只要多练，你很快就可以上手，不用说要准备很久，还好。然后 verbal 的话呢，它则是会有2种题型，分别叫 critical reasoning 以及 reading comprehension。所以你很常会在网络上看到会讲 CR 或者讲 RC，CR 就是 critical reasoning 这个题型，然后 RC 就是 reading comprehension 这个题型。那所谓 critical reasoning 呢，它也是一个5择1的题目，然后就是一题一题一题的，然后它每一题呢，它都会有一个论述，然后下面的选项呢要去回答它所提问的问题，然后它的论述可能会有。可能假设某个经济学家说了一段话，然后题目就是问说，以下哪一个选项最能够削弱这个经济学家的论点，或是他可能会有上面会有一段论点，然后有其中几句是出题，他就会问说，请问这2段出题分别在这一段论述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扮演着什么样的意义，所以它主要就是这种语言上面逻辑的题目，这个是 CR。然后 RC 的部分它则是阅读测验，它就会给短篇或是给长篇的文章。那通常一次的 verbal reasoning 会有4篇文章，分别是2个短篇以及2个长篇。然后文章的内容大致上是会 cover 商业、历史以及科学，像是地理科学或者是像是生物化学都有可能。然后它这个阅读测验呢，里面大概会有3题到4题的题目，主要就是在问这个阅读测验里面的题目，因为你的答案基本上你全部都可以在题目里面找到，而且是可以有直接对应的句子，是可以直接找出答案的。所以反而是 critical reasoning 它需要更多你在逻辑上面的训练，然后 reading comprehension 则是你要在阅读熟悉度上面的练习。然后最后一个是有最多种类的题型，叫做 Data Insight 资料分析。然后它的题数呢，总共是20题，然后一样也是45分钟，所以它平均每一题可以的时间是稍微多一点点，大概2分15秒左右。但是呢，这个考科的题型，因为它实在是太丰富了，然后再加上某些题目是要包含到多个图表去进行资料审视以及资料分析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复杂程度以及挑战度，我觉得比较棘手一点，然后我每一次在做练习的时候，在这个考科里面，我的表现浮动性都是最大的。那 Data Insight 呢，它主要的题型是有6种，分别是第一个叫 Data Sufficiency， 然后第2个叫 Multi-Source Reasoning， 第3个叫 Table Analysis， 第4个叫 Graphic Interpretation， 第5个叫 Two-Part Analysis， 第6个叫 Math-Based Integrated Reasoning。但其实你不用去太背这个，因为你到时候看到题目就知道了。所谓 data sufficiency 呢，是他会问一个数学的问题，跟刚才 quantitative reasoning 的问题很像，就他会问一个数学的问题，然后接着呢，他会给
2条论述，然后可是它不是让你算哦，它是会问说，假设你知道这2条论述，它足不足以去回答它原先问的问题，所以你不用很实际的把它算出来，你只要知道第1条论述能不能够帮忙解答这个问题，第2条论述能不能够帮忙解答这个问题，这样子就够了。所以基本上啊，其实在 Data Insight 里面的 Data Sufficiency 大家都会讲 DS， 在我的补习班里面，它是把这个题型跟 quantitative reasoning 是一起去进行训练的，虽然它的解答模式是有一点不太一样，但它基本上就是纯粹的在数学方面去做练习。但是 Data Insight 的其他题型，就包含什么 multi-source reasoning 啊、table analysis 这些题型呢，它就是需要更多的语言以及图表的判断，然后去做转换跟分析，所以它会是一个比较 separate 的方式。然后再加上这个考课里面的有一些题型是旧制没有的，是新制才开发出来的新题型，所以在考古题是很难去找到相关的题目去进行训练的。所以 Data Insight 的考题是比较不多，所以我觉得在训练上面其实是比较困难一些的。以上这3个考科呢，基本上就是 cover 了你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简写，像是quantitative reasoning， 你就会看到大家简写叫 quant 或是 Q， 就这样。然后 verbal reasoning 的话呢，大家会写 V 或是 verbal。然后这2个题型分别是 CR 和 RC。然后 Data Insight 大家会简写叫做 DI。然后 DI 里面的题型大家会特别去讲简写的是 DS， 其他的基本上不太会进行简写的说法。刚才好像没有讲到 verbal 的题数，对 verbal 的题数是23题，所以其实3个考科题数没有差太多，然后都是45分钟以内要写完。当大家在谈论 GMAT 准备的时候，会提到很多不同的资源，然后每个资源大家都是用简写。老实说，这是我一开始在想要理解 GMAT 准备资源的时候遇到很多挑战的一个部分，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主要会在网络上看到的可能就是有这几个。首先，第一个就是MBA.com 就是 GMAT， 你可以说它是它的官方网站啦。我现在要看成绩，或是假设我想要再注册一次新的考试，都是在 MBA.com 上面注册。那 MBA.com 上面除了预约考试之外呢， MBA.com 上面还会有那个就是官方考试的模拟考资源。然后在 MBA.com 里面的模拟考资源，大家最常会去讲的就是 PP。所以这是第二个很重要要知道的简写的 research 叫 PP。然后为什么它叫 PP 呢？它叫做 反正它就是 official practice test 也就是GMAT 官方出的模考题，然后官方出的模考题跟考试的相似度是极高的，它的模拟考是可以直接出分的，所以基本上你在模拟考上面大致考几分，你在正式考试现场大概就也是考几分，所以你在考前一定就是要练 PP。大家会讲 PP1 到 PP6， 为什么？因为在 MBA.com 的上面呢，它有6份模拟考题，然后1、2是免费的，你可以无限考，但是4、5、6呢，则是要付费的，你要付费去购买，然后你每买1份，它可以考2次。可是当然你可以多买啊，你就可以多考几次。可是我不建议到考太多次，因为它其实每一个 PP 的背后就是有一个庞大的题库，然后它是从题库里面去抓考题出现，所以当你做到某一个次数的时候，你就开始出现相似的题目然后再来第3个资源就是叫 OG， 你会听到人讲 OG， 什么是 OG？OG 的原文是 Official Guide，Official Guide 也是在 MBA.com 上面出的学习资源，它就是提供给那些自学自己准备的人可以去参考的参考书，然后你可以透过那个课本去学习，然后里面也有练习题。可是 Official Guide 里面的练习题呢比较简单，就是它没有到GMAT 或是到 PP 的等级那么真实，所以基本上其实我是没有练到什么OG的题目，我一开始就是稍微练比较难一点点的题目。可是如果你的可能数学或者是你的阅读目前还在比较挑战或是还在上升的阶段，那 OG 的练习对你来说就会蛮重要的。然后在第4个，你会常常听到别人讲一个叫 GWD， 你在网络上一定也会看到 GWD。那 GWD 是什么？ GWD 是在好几年前有一个中国的补教名师，好像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但是 GWD 就是他3个中文名字的就是 initial 啦。然后他当年好像就是带着针孔眼镜吧，还针孔摄影机，然后进去考试。其实他是偷题目的，然后他当时进去考试是偷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题目出来，然后 GWD 就有好几套的题目可以去做考试的练习。基本上大家也会是说 GWD 一定要练习，因为 GWD 就是真题。然后 GMAT 的考试的题目其实是蛮困难的，然后也是经过很精良的设计，所以网络上可以练习的题目不多，就它并不像可能托福啊、雅思
或是多益，你可以常常在网络上遇到不同机构出的 mock test。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补习班的资源。那我自己是有补习班的，我上的就是台湾最有名，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叫 A2。然后 A2 的补习班资源，它有线下课，然后也有线上课。然后我报名的是线上全科班，所以它是函授课，所以是已经先预录好，你就可以用你自己的 pace 去准备。然后我买这个课程的费用是25000块钱，然后这个也没有业配。然后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主力教材。那其实我是会推荐 A2 的，因为基本上我觉得 A2 它在尤其是在数学或者在 data insight 对于你还不太确定这考试会怎么考的人来说，上它的课程是快去入手以及了解和练习的。然后再加上呢，它会准备给你的练习题目呢，就会是它会根据不同的考题类型，然后去搜罗 OG 里面的题目、GWD 里面的题目，然后去整理在它的教材当中。所以A2 的资源就是除了它的函授的课程之外，它会去整理刚才我提到的这些考试资源里面有的。然后还有你可能会常常听到有人讲基金或是讲 JJ。 那基金是什么东西呢？基金就是其实 GMAT 的考试它在可能某一个阶段，就是可能某2个月内，它可能会是出自同一个题库以及考题，所以蛮常就会有假设我可能1个礼拜前考，然后假设有下一个人1个礼拜后考，那我可能遇到几个题目是会跟他会相似，但是其实重复率并不高啦。所以基金基本上就是考前猜题，有点像是考前猜题的概念。然后有一些人就是会去把他在考试当中背到的题目把它带出来，然后像是我在补的 A2， 他就有去收集大家在考试当中遇到的题目，他就把它收集成基金，就可以另外跟他买基金。然后还有最后一个资源，其实是我最常用到的资源，是考满分。考满分是一个网站，然后是中国的网站，然后它就是集结了很多的题目，然后他会把之前我们 GW 的题目啊、OG 的题目啊，全部都整理在里面。然后我的 verbal 就是全部都是在考满分上面练习，可是我没有在考满分练 verbal 以外的题目，我考满分就是只有练 reading comprehension， 然后还有到我补习班上完之后，我就狂练 critical reasoning。好，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读书时间表。那因为我是上班族嘛，所以对我来说，我的就是 time management 就很重要，尤其是我的实际准备时间又只有1个半月，所以我每天大概就是早上7点起床去遛狗，然后我就从7点一直读书读到9点，然后下班大概6、7点下班之后再开始继续读书，然后读到大概11点左右，所以一天读书时算是6个小时，但是当然中间会有一些可能耍废啊，或者懒洋洋的时候，所以我一天大概是读书4到5个小时，平日的话，然后假日的话就是读整天。然后晚上读书的话，我基本上是早上就是听课，听函授的网课，然后晚上下班回到家就是刷题，就是刷关于我早上听的课程的那个科目，然后所有的练习题我就开始狂写题目。然后我的假日就是全次的去冲题，我基本上到考前的2个礼拜的周末就是全力冲刺考模考，所以我的 PP 1到6就是全部都已经写完，然后还写了2次，所以就是一直写。然后我在这2个月的 time span 时间，我是怎么去规划的呢？给你们看，我还有就我在开始读书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时间规划表。那我当时的规划是我原本以为我课程要听1个半到2个月才可以听完，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大概一个月多一点点我就把课程听完了，所以差不多在2个月左右就考试。那我最后呢剩下的时间就是全心全意的去刷题。我先从 verbal 开始讲好了。verbal 的话，补习班的资源它一开始是花了蛮多课程在教大家怎么去拆解英文的长句子，因为对于亚洲人来说，阅读最挑战的部分 verbal 最挑战的部分是它的句子都挺长的，所以他花了蛮多时间去先教大家文法，教大家怎么阅读长句。那他光这个就有4、5堂课了吧，可是我只听了1堂，因为我其实阅读是蛮 OK 的，然后听了1堂，然后去阅读它里面句子，发现其实我还蛮能够理解和拆解长句的逻辑和结构。Reading comprehension 的部分我就是没有听完全部的题目，我是直接写考满分上面 reading comprehension 题目开始去一直训练自己的阅读以及解题能力。然后我考满分上面还有很多不同的题目，就 OG 有 GWD， 那我 GWD 是比 OG 难的，所以我是直接就是做 GWD 的题目，然后我大概是1周会写2回 GWD 的 reading comprehension。所以在 verbal 部分，我剩下有听的课就只剩下 critical reasoning， 因为 critical reasoning 讲的是逻辑嘛，所以它除了阅读之外还有逻辑的着重，所以我在 critical reasoning 这边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把它的课程听完。A2 它的课程
上完那个题型之后，他上完每个章节之后，他的章节后面都会有包含所有的练习题，就是会上完那个课之后，会在1到2天之内把那个课程对应的题目都全部写完。所以我就是一边上课一边写题目，这样这个是 critical reasoning 的部分。然后我自己觉得，因为补习班对于 critical reasoning 其实它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题目，它会告诉你对应的策略，但我是没有强背，因为我觉得我的记忆力真的不太好，而且我是那种你叫我背招，你叫我背 tips， 我反而表现更不好的人，所以我是纯粹透过练习每一题，然后去拆解每一题来去学习它的判断架构以及判断方式的。然后再来是数学的部分 ，A2 它这边是把数学，就是它是把 quantitative reasoning 里面的数学选择题以及Data Insight 里面的 Data Sufficiency， 他把这2科合在一起上课的。然后我基本上也是每一次上完课，然后在1到2天之内就会把它所有练习题都练习完。然后再加上Quantitative Reasoning 的部分呢 ，A2 那边也有整理，就是它有个7周的数学学习计划，反正它就有很多数学考题啊，它会整理好一个像练习题练习本，然后平日他就安排你要算20题，然后假日要安排你算50-60题。但我通常平日会算更多题，因为它的题目不算太难，所以20题你基本上30分钟就可以写完了，然后所以你等于40题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写完了。所以我数学基本上就是每一天都会算。然后 Data Insight 的部分呢，Data Insight 部分除了 Data Sufficiency 之外的剩下的题型，A2 那边是把它整理成就是一门课，就是 Data Insight 的课程，然后里面会有搭配题目。可是老实说，题目量并不多，因为 Data Insight 里面的很多题型是在心智里面才出现的，所以我自己是发现里面的练习量真的不够，然后我在写了几回 PP 之后，发现表现不太理想，所以我就有在 separately 的去 NBA.com 上面买 Data Insight 的练习题题库上面去狂刷。然后再来下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 GMAT 是怎么去计分的。大家都会说你 GMAT 在前面写前几题的时候一定要尽量做对，然后后面错的话接受度比较高。原因是什么？因为 GMAT 它是一个阶梯式的计算，它会在一开始给你第一个题目，假设你做对，它就会给你比这个更难一点的题目。假设你又做对，会再给你更难一点的题目。那假设你做错，它就会再给你简单一点的题目，然后会最后再去透过你什么样的题目的困难等级你会做对，什么样题目的困难等级你会做错，来判断你的能力区间值是在哪一个分数的 range。所以基本上你尽量要在前面做对，因为如果你前面做错的话，那你就会被给简单的题目，那你之后成绩就会被 rate 得很低。而且它前期的前几题，它的浮动值以及它调整值是会比较大的，可是到后期你如果不论你做对做错，它的浮动和调整值都会是比较低的，所以尽量一定要在前面把题目都做对。然后我自己的3个考科的考试顺序是，我先考 Quant， 然后再考 Verbal， 最后考 Data Insight。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因为 Quant 对亚洲人来说真的是比较简单一些，所以你刚开始写的压力会比较低一点点。然后再来是考 Verbal， 然后再来是考 Data Insight。然后这是我自己透过写好几回 PP 练习下来，发现这是最适合我的方式。可能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我是真的觉得每一个人应该是会不太一样。那我会建议你在写 PP 的时候，你尽量多试着不同的排列组合，你怎么样的表现会比较好，然后来去判断你最后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来去考试。这3种考科，它对于它的容错性是不一样的。像是 Quant 的话，我是 PR95， 然后我是错了2题。然后 Verbal 的话呢，我是 PR90。可是呢，我的 Verbal 大概错了7-8题吧。所以 Quant 最理想的情况下是你要全对，就是90分，然后 PR 100这样。然后 Verbal 容错率就相对来说比较宽的。然后 Data Insight 的容错率大概就是在中间值。然后最理想的建议是你错题可能只能错在4题之内。然后我自己是错了5题，所以我自己好像错5题还是错6题，就是稍微比预期的多错了一点点。所以我的 Data Insight 成绩并没有那么的理想，就是 PR 只有77。然后我在每一次练习题目的时候，就是我每一个题目我都会非常确实的检讨。那如果我有任何不会的问题，我会丢到 ChatGPT 上面跟他去进行讨论。好比说是 critical reasoning， 我假设我选了 A， 然后可答案说是 C， 我会跟他讨论说，我认为 A 正确，然后我的论点和理由是什么，然后我认为 C 不正确的原因是这样子，然后请他来帮我 judge 为什么我的思路是错的。可是其实我觉得 ChatGPT 蛮常有一个点是，你有的时候给他题目的时候，他可能会解答，可是他给你的答案会是错的。
所以你要亲自告诉他正确答案是什么。然后 ChatGPT 还蛮常会，我觉得 ChatGPT 有时候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它很常顺着你的语义去讲，所以我觉得 ChatGPT 是一个很好的陪你讨论题目的工具，但是你不要全然的相信它。然后再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那个如果你单字量不足怎么办？其实老实说，我每次看题目，如果看到不会单词，我就跳过去，因为他老实说，他常常出现一些比较难一点的单字，可是那一些单字呢，它后面都会有一个子句去稍微说明一下它是什么东西，或是你根据它前后文的 context， 你大概上就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每一次我在做题的时候，如果看到不会，就直接跳过去，然后透过前后文来去猜测那是什么意思，然后进行作答，基本上这样子都可以猜得出来。可是我在检讨的时候，我还是会把我每一次不会的单字全部都记录下来。那我记录下来，老实说，我最后是没有去硬背全部的字，可是你多记录几次常出现的那些字，你基本上就有一些概念。然后如果是那些真的很困难的字，像有时候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很特别的某种生物的名字，或者是某一种很特别的化学物质的名字，那个后面也基本上一定都会注解。最后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所有的资源里面，我自己是有推荐哪一些，然后我觉得哪一些不太推荐。首先，A2 是蛮推荐的，虽然我在 Verbal 很多科目我是没有完整的去看完，可是我觉得他把所有的资讯都整理得很好，而且我觉得你必须要看，你才会知道你有没有需要用到这个东西嘛。所以像我在看了1-2堂的文法以及阅读方式训练之后，发现我并不需要这个东西。可是我在 critical reasoning 方面，我还是很需要它陪伴着我去解题，然后告诉我每一题的逻辑以及背后的拆解架构是什么。然后还有像是数学题，我也需要老师带我去重新温习一下排列组合是什么。所以 A2 这边呢，我还是很推荐的。但是我是不太推荐你上线下班，因为线下班你要舟车劳顿，然后跑去他的教室里面上课，然后时间其实也不是到很弹性。可是你上线上函授班的话，是真的觉得很弹性。再来第二个呢，推荐的就是考满分的平台，我就建议真的一定要用，尤其是在 reading 的部分，因为到时候是机考，是用机器考试，所以你也不能画荧光笔，你也不能画线，所以你要很习惯，就是透过电脑的方式，然后去阅读那个题目，还有做题的感觉。所以考满分的话，我是很推荐。然后再来第三个推荐的就是 MBA.com 上面的 PP，一定要买，然后一定要把它全部做完，因为它的题目才是真正的真题。再来第三个，我不推荐基金它的题量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数学的题量非常的大。然后 verbal 的话呢 ，verbal 因为大家不可能把整个题目背进来嘛，所以 verbal 基本上大家都是会去背一下那个paragraph 的概念，每一段大概在讲什么，题目代表什么，然后把它背出来之后，补习班老师再用 AI 去生成那个高仿题。而且我很鲜少听到有人 verbal 有中的，所以我是觉得，既然 verbal 基金没有什么太大用处，然后数学的基金又太多题，而数学本身又不难的话，其实我是觉得你不太需要去买基金，而且当时老实说，我又一直觉得我基金看不完，那个焦虑感是很大的，然后看基金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所以我会觉得，与其那些时间拿来焦虑自己背不了题目，不如拿来多算一点数学，或者多练一些题目。好，以上就是关于我对整个 GMAT 的考试然后准备的心得。那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到你，因为老实说，我真的是觉得 GMAT 一开始各种资讯什么 GWD、OG， 我真的完全搞不清楚。然后我也不太确定自己要不要读基金，我也不太确定自己应该要花多少时间准备。然后我连 PP 4到6一回原来可以做2次，我都不知道。希望呢，今天这支影片对于准备要考 GMAT 的你可以少走一点弯路。然后不论你是上班族考生，或是你是在职考生，都希望呢大家可以考试顺利。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